油价一直很困扰哦。美国能源部长说，油价预计在好几个礼拜内，数个礼拜到数个的时候只要数1、2、3、4、5、6、7、8，触顶。那顶是什么叫顶？好，那另外呢，已经飙破102美元了哈，而且我看有些都到了100，比这更高了哈。那全球能源会动荡，因为美国现在也把这个荷姆斯海峡海路给它封锁了啊。那另外呢，美国原来一加仑是4公升，1加仑有大概3块多美金，后来变成4块多美金，老美已经叫了。现在加州逼近6块美元了，尤其加州那个开车，加州很远的，几乎大家都在开车，加州也没地下铁，什么也没有，对不对？所以都是开车。你加州那高速公路，啪，那个车子开着很可怕的啊！我第一次上加州高速，开得我的心惊胆跳。那柴油已经飙到7块7毛5美元了哦，所以呢，这个对美国开车的人的油价很高，油价高，运输价高，物价就会上涨嘛哈。那另外呢，说沙特阿拉伯5月对中国的油减半供应。主要的因为呢，红海的运量很难补波斯湾的缺口啊，补不了啊。那另外呢，川普自己昨天有承认了，他说油价可能会到期中选举前都会高啊，那你还选期中选举吗？啊，那另外呢，川普呢为了对这个表示啊，这个对劳动者的这个关心啊，所以呢，昨天他们点麦当劳到白宫啊，他给100美元的小费了，100美元是3000台币了啊。那说呢，用免税的安抚底层的选民，说我将来会给你们免税啊，等等啊，放心啦，油价虽然上涨，但是呢，免税以后你也物价也不会高啊，等等哈。那另外呢，罗明才今天说是不是再普发一次现金1万元，叫做石油津贴啊，买油啊等等，而且不是油电可能都会涨啊，而且将来物价也会涨啊，涨了就下不来了啊。那另外呢，国际油价暴涨66.9%，所以台湾会不会陷入通货膨胀？中央银行说，稳定汇率，抑制输入性通膨，这是目前这个他们在做的哈。而且呢，要平稳物价，主计长说政府要花1292亿，那只是现在的估啊，你还不知道将来怎么样了，就是你要补贴这个补贴那个，或政府这个中油这个台电不涨价了，政府要补贴等等，我们看一下。外万物飙涨，连手摇饮也开始涨，就是石油津贴哈，每一个人石油津贴1万块。你赞不赞成？提议应该比照先前普发现金发石油津贴。立委点出，因为中东战事引发原物料价格上扬，可能影响民生，物价上涨。发1万块的石油津贴，大概要准备多少钱？啊，就跟换现金一样啊，2360。2360亿。哦，够700了，拜托了。先从冻涨开始，冻涨如果这样就免得再花一些发放的一个成本。不过比照普发现金要花2000多亿，主计处说目前先从冻涨油价开始。根据主计总处评估，先前普发现金曾带动 GDP 大约成长0.415个百分点。立委认为今年再发放，预计同样能提振内需，刺激消费。其实我有点不太认同，就是各种的普发多少。对，我觉得就是缴的税金应该被用在更有价值或更有意义的地方。我觉得如果是国家给的，当然是越多越好，没有问题。民众看法不同，面对油价高涨，如何稳定物价？1万元石油津贴发不发？中央看来没有这个想法。好，伟山。是，喜欢发就来发啊。不过我们会看到，其实现在这个美国确实在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极限施压，因为如果它的油真的是运不出去的话，那当然它要这个国内经济就要去做一个完备，可能就会有困难。那它在这个整个的攻防上面，它会更加的辛苦。那一旦伊朗愿意接受谈判，我们取得这个相关的这个核武可以紧收，让这个中东地区可以稳定，那当然这个战争就会结束，这是我们期待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封锁顺利的话，这样的事情就会更快的达成。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油价的波动只是短期的。那当然台湾内部也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今天这个经济部这边就特别有跟大家宣布，就是目前这个相关的石油，我们已经建立了这个后勤，就是另外一条这个替代性的这个海上的这个航路从红海这边目前之后会有这个800万桶的这个原油会到这个台湾所以基本上在这个5月6月的时候，整个的原油的提供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那油价大概
它也会就做一个稳定。那因为台湾过去在这个整个石油的采购上面，其实之前为了要做一个平衡所以我们也从美国进蛮多的原油，所以中油现在大概有60%的原油的进口国都是来自于美国，所以对于这个中东目前情势的不稳定的这个影响就会减少很多。不过当然大家一定会担心到这个整体的这个物价可能会有所波动所以这个央行这边也想办法要来稳定这个汇率想办法让这个物价维持在一定的水准跟稳定避免这个波及到这个众多的这个相关的行业。创新。我先说明一下，就是刚刚我们在讲曼德海峡，讲的就是红海，所以呢，现在我们说我们有替代道路哦，就是要走红海哦。那我请大家每个政治人物都要理解，红海的出口就是曼德海峡，所以万一这边胡塞组织真的也在曼德海峡的门口这个地方，然后阻碍红海的运输的话，那所有沙特阿拉伯借由东西向的输油管所输到盐布港所能够出口的油，就会大幅度的受到限制。所以，我们88所期待的那个油，是不是真的能够到达？我先打一个问号。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先说一下，就是今天《华尔街日报》才报道，其实这不是《华尔街日报》第一个报道，其实在战争爆发之初呢，就有国际上面专门去统计调查船舶原油的这一些运输的状况，他们就说，伊朗大概从去年6月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好将它很多西部所产的油全部快速的移到它东部也有港口，好，那是在波斯湾外面了，已经不是在波斯湾里面了。那么移出来，而且还有很多是海上浮舱，然后所储存的油多少呢？1.6亿桶。所以你现在封锁，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就说我先讲，美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军事专家看好川普封锁赫姆兹海峡这件事情。但就算他能够封锁，那1.6亿桶的海上浮舱呢？所以对于伊朗来说，一天他现在每一天的出口量大约是180万桶到200万桶，他还可以一直执行到7月哦，以1.6亿桶来算哦，那全世界影响会有多大？那至于说在台湾的部分呢，现在当然我一再的说，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最擅长的一件事情就是放心，然后你会发现民众所有的行动都是不放心。道理很简单，昨天台塑化、南亚以及台化，这都是我们在石化当中的最上游。从炼油厂一直到各式各样的石化产品，他们一家4个公司全包了。昨天他们在公开讯息当中告诉大家说，因为到年底之前，所有的原物料能够取得的状况是不明确的，连5月能够到货多少都是不明确的。所以官方告诉我们说放心没问题，可民间告诉我们说他们很有问题，所以他们现在的产能从炼油厂一直到最下游的 PP 厂啊、PE 厂啊，他们开出来的产能大概只能够用40%到70%不到的产能，那真的是放心吗？我从上个礼拜就说，我们的政府需要做的事情是盘点，而不是空口说白话的告诉大家放心。我觉得盘点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比较好。美国这个川普其实很矛盾的。他之前曾经讲说，我伊朗放他的油，记得吗？他伊朗什么都封锁，但是油要放，为什么？因为他怕影响到美国的油价嘛。因为伊朗油价会影响到世界的油价，世界油价也会影响到美国的油价。那现在呢又说不准他的油来了。因为你只要这个油本来全世界它是平衡的，你只要那边多一点，这边少一点，或者这边少一点，或是多一点少一点，会影响到油价。美国当然是全世界主油相当多的地方，甚至搞不好全世界最多的地方。美国产油产很多，页岩油啊、天然气啊，但是还是会受到全世界的影响。当全世界油少的时候，美国也会被抢啊，也会抢啊，油价也会高嘛。道理是这么简单。老陈，我补充一下如果伊朗就有效的已经把原油出口移到西边，东边，移到东边。好，然后呢，这个美国海军的封锁不见得有效。你觉得站在我们消费者的立场，这是好消息吗？好消息啊！所以我们站边要站哪一边？我们不能站在美国这一边啊，不是这样吗？我们站在石油这边吧，那我们就回到我们讲我们台湾其他国家的油也出不来因为过去的历史
已经验证说，每一次的石油危机啊都不会很长，几个月，都几个月，说不能说一直涨上去啊，就在高点啊就维持不动了，就从此不下来了。所以我们政府就是怕民心就不高兴，所以就有一些馊主意就出来了。主席长说他要这1300亿来填补这些洞，但是你看我们的罗明才委员更天才了，他就说每个人再发1万块。这些委员如果碰到什么事情，就发现每个发现就发现，这个是违背这个，到底是你是使用者付费呢，还是不是？而且这个东西，不管是你发1万块，不管你是主机长的那个添加预算，或者是中油吸收，其实都是把债务往后推。所以这个钱流到市场的通膨效应永远在的，只是延长而已啊。因为钱流到得掉下来啊，就是通膨啊嘛，那所以这个东西我要问大家，到底是不管你是补贴，不管你是吸收，不管你是这个融资，不管你是发1万块钱，通通是通膨，你知道，没有一个不通膨。你告诉我啊，如果这样做官的人、做委员的人只能这样想的话，那实在太简单了。这应该是怎么样呢？我一直在讲过，应该你要想，但是这个人没有人会猜得精准啊，到底这是3个月还是6个月还是9个月的事情。但是我有一个原则，如果你中油要吸收一半啊，只涨一半，那你将来事情过了，大家都回到原点了，回到原价位了，那我们回到原价位的时间就要拉长1倍，那就行了嘛，对不对？反正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了，这成本既然增加了，那不是全民应该负担的吗？还有哪有是这一代的人不要负担，推给下一代？有这种事吗？太奇怪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韩国这边资料说，台湾造潜舰拼命去收集南韩的机密，而且把南韩技术员呢这个聘用来以后，用完就丢了，所以韩媒就很生气啊。那另外呢，说工程师他们韩国工程师控说我们呢台湾要张宝高级的，就他们韩国叫张宝高级的潜舰的机密，而且过河拆桥换句话说，跟韩国这个要了不少机密了另外呢，韩国媒体说我们的潜舰是拼装车，本来我们也知道，这边要一点，那边要一点，本来就这样。说高度仰赖海外技术，这个我们也知道那另外呢，这个马文君说，那就黄曙光、郭喜对韩国人的指控，这边要出来说明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另外呢，南韩的军火商因为外流的潜舰的设计图给海空号，所以还被韩国法院宣判是有罪的所以呢，将来后续建造可能还需要仰赖韩国的技术人员，你不是光靠一个图工程部靠一个图你就能够做出东西来，它经验技术还蛮重要。韩国第一艘是在德国做的，第2艘呢是德国的工程师到韩国跟他们一起做的，以后韩国才自己做了我们看一下。今年1月29，潜舰国造迈出关键一步，原型舰海鲲号由工作船和陆战队的快艇伴护出港，展开首次潜航测试。为了战力需求，从严抓漏，但根据南韩媒体报道，曾经参与台湾国造潜舰的南韩技术人员透露，台湾国造潜舰计划过程争议很多，台湾方面以短期合约运用南韩技术人员，并且要求提供南韩潜舰设计图等机密资料，甚至只要发现工程师没有利用价值，就毫不留情的解约抛弃，直言台湾终究是中国岛，作风根本没有差别。这个问题应该是由黄曙光跟郭喜好好的来回答，因为人是他们引进的，那如果是好的人才，照理说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留用。那如果是中间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造成韩国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疑虑跟这样子的一个抱怨，我想这个包括国防部、还有台船甚至还有海军都应该要对国人说明清楚。潜舰国造目前计划建造第2到第8艘，南韩技术人员推测，依旧有大量的南韩人员参与，因为双方已经有合作经验，而且其他国家对台湾潜舰计划保持保留态度。
总统赖清德上个月到高雄首次登上海鲲舰试导，从官舱请示到餐厅，以首度曝光内装，如今被外媒披露，工程师用完就丢，怕的还是影响品质和进度。这个媒体是韩国经济，那当然他所讲的东西，他有访问消息来源，也不是凭空乱写。他访问的是韩国大宇造船公司的技术人员。他说我们在造海鲲舰的时候呢，运用他们的技术，甚至有些是他们的机密。那用完之后呢，后续可能有一些纠纷，我猜啦哈。用完就丢，后续这些技术人员就没有被重用了。我不知道他们内部的细节是什么。今天就有人去问国防部长顾立雄，他的回答非常的简单，因为他并没有对这个事情做什么正式的回应，他反而是在告诉大家说，现在目前海鲲舰因为已经进到最后的海测阶段，我们现在目前立法院要到海测完成才能够后续付款，所以呢，前端的部分到底这个韩国媒体所讲的有没有违反国际上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使用人家的技术什么，这个细节看不出来。但我比较在乎的就是说，现在海鲲舰是第1艘，按照我们国军的这个计划是后面还有7艘啦，所以第1艘一定要是安全，而且交舰期已经延长了，后面的7艘如果还要再盖，看起来国军的计划是要盖，是不是时程不可以拖这么长？那因为海测已经到最后阶段，也都已经到这个海底下去做所有的这些测试了，它的这个前端到底有没有跟韩国什么纠纷要厘清，后端海鲲舰是不是一个堪用能够保卫我们中华民国附近领海的一个这潜水艇，这一点的话我是比较在意的。就是说最要关心的，因为他的确，我们的确自己没有技术嘛，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嘛，所以从各国来的也是实际上是这样。那最麻烦的是各国的系统的整合，这种 integration 就把它整合在一起。你这边也可以用，那边但整合在一起能不能用，这是还是大家最关心的了。来，佑明。今天韩国的媒体韩国经济日报把这个内幕消息报道出来，而且是韩国方面的说法我有个很深的感触，我觉得终于经过了这么几年的争议还马文君委员一个公道嘛。因为当时马文君办公室，他作为一个立法委员，他对海鲲号基本上很多的质疑是台湾方面的人给他的爆料。可是呢，他却因为那个内容说的情况呢，很多跟这次韩国媒体讲的这个情况是类似的。就说第一个，它是一个技术的拼装；第二个呢，我们负责推动这个事情的办公室没有一个长程的计划，没有要把人家好好的技术用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方式转移然后都采取那种短线，那留下来呢，不但黑幕重重，因为你想想看。韩国的技术人员会触犯他的国家的法律，弄到他的司法都被判有罪，显然你可能就是透过内部给他收买，让他在没有正当的情况下把那个机密偷出来嘛。那你做了这些事情，在台湾方面也是不允许的那当时呢，这个马文君把这些事情揭露的时候，他得到的结果是什么的？结果是反被民进党调查，反被民进党告，认为他有问题，什么违反国安法干嘛嘛？这些问题一直如影随形，逼着马文君呢，到了这个他要被罢免的时候，还成为他的一个很大说要把罢免的理由，而。很多现在的情节跟问题，在当时候他们要求郭喜要讲清楚，还有黄曙光这个计划主持人莫名其妙的下台，然后为什么没有弄？为什么不对公开讲？这些部分呢，等于早的马文君跟几个国民党籍的这个立法委员呢，在立法院的要求呢，到今天韩国的媒体等于已经证实了嘛。这件事情呢，我跳过去。我对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不是内行，所以呢，我觉得什么都懂吗？你不是什么都懂吗？没有，老沈这么谦虚。好，来，凤馨知道。我当然不敢说我知道，不过我觉得经由俄乌战争，然后再经由这一次呢，美国跟伊拉克之间的战争，我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得到那种大型的在冷战时期用来秀肌肉的武器。其实已经不是现代战争当中所适合的，而且不对称呢，势必是这里面呢最重要的重中之重。那我想具体的来说，如果我们第一艘的潜艇，它
它现在还有那么多的问题。坦白说，它能不能很好的运作？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所得到的资讯还是有很多的疑问哈。那但是我不是专业人员，我也不会去爆料这些相关的这些事宜。韩国的媒体呢所爆料，当然是也有它的一定的凭据。但我具体的来说，那我们第2艘到第8艘还要建吗？其实当时很多人提到，因为台湾海峡太浅，其实它根本不适合有任何的潜舰运作。真的要运作，其实在东部。那么我们可不可能将这一些经费，不是说要砍掉经费，而是把这些经费转过来做海下的无人武器，都是小型的海下的无人武器、海上的无人武器、天空飞的无人机，以及反制无人武器的所有的相关设备。其实这个恐怕才是台湾应该要去走的一条路。如果我们现在还陷在上个世纪的那一个有前舰，就代表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种事情的这种泥淖当中的话，我们可能会砸了很多的钱，很多的人赚很多的钱，但是我们会一无所获。来，伟山。韩国跟台湾之间签的约本来就是短期的约，所以当场在签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知道这本来就是个短期任务，并不是长期。所以在目前整个建造到一个段落之后，本来就会解约，本来就会分开，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我们还是要说一次，马文君立委他在过去的这个过程中，他并不是为了要揭弊。如果是揭弊，你应该是要跟台湾的司法系统或调查局等等的去进行陈情，还有去调查。但他用的方式是偷偷把资料转给这个韩国相关的单位。而是用韩国的司法来调查，说这一些韩国跟我们一起签约的这些人他是不是有这个技术性泄密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们还去调查。还好在2年前，他们这个2审是无罪啊，就没事。那我们也看到台湾的困难，也就是说，台湾现在因为这个中国的恶意的压力，其实很多国家都不敢跟台湾来建立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方面的合作。那所以当然，我们对台湾来说，每一个愿意来帮忙，我们都非常重要。那我们这边也是谴责，就是中国的种种压力，让台湾的国防一直都很辛苦。我们也看到国民党的委员在立法院看起来并不赞成这个海鲲号的这个发展嘛。那当然，现在这一艘这个原型潜艇，如果可以赶快去测试，那如果测试的不错，那我们是使用这个欧洲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设计，那加上韩国的一些工程师的帮忙，当然如果它可以顺利的去下海，那当然我们是希望未来的7艘都能够持续的建制，让台湾这个周遭我们对于这个中国的海防可以更进一步。基本上以前我们这大概30年前买那个海龙海虎号，对啊，那是供荷兰买的，对，所以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当环保署长，我经过荷兰的时候，那当时我们驻荷兰代表还出来这个来陪着我参观一下，都是海军当过海军的，甚至海军总司令的人才能够。我记得当时我们驻荷兰、驻丹麦的代表都是海军出身的，都希望有一些技术了哈。那基本上是这样了哈，就是说，因为你现在没有技术嘛，所以你只好到各国讲说都是要拼嘛，那但是不要违法了，不要违反国际法。假如在不违法的情况之下，那也没有办法，你想要发展潜舰，你只好从各国来输入你的技术嘛，那至于说，我是觉得美国了，美国天天说跟我们多好多好，天天说台湾地位多重要多重要，那为什么美国都不帮我们呢？美国说我现在不做柴油潜舰了，我只做核子潜舰。对，他很早以前他就有这个核动力，1960年代他就有核动力的航母啊潜舰这个制造出来了。但是你也可以，如果美国同意说好吧，我就算没有这个核潜舰，我也可以帮你设法找到柴油潜舰也可以的。那美国不帮，那美国可能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你台湾不需要，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呢，就算需要我也不帮你，你自己去想办法。如果是第一种，如果不需要的话，照理也很奇怪。理论上我们是听美国话的，我们的建军什么都听老美的话。老美如果坚决跟你讲你不需要，我给你的武器已经够了，那照理讲你就不需要。那如果你需要，老美又不帮你，从某个角度看，老美实在太不够意志了。休息一下再回来。